泽连斯基担任乌克兰总统近4年，始终脱不下演员的标签。但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呢，他却都带着老婆孩子留守基辅，和乌克兰民众一起抗击俄军。纵观历史，能做到的人呢，只能说是屈指可数。此后，他运用社交媒体，将各国民众的关注引流到乌克兰，成功向各国要来了大量的援助。那么，这位乌克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究竟是善于表演的国际网红，还是拯救乌克兰的英雄总统呢？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提到演员，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泽连斯基并非毕业于什么戏剧学院或者电影学院，而是乌克兰名校基辅经济大学法学院。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1978年出生，身高170公分。在泽连斯基毕业后，他没有像他的大部分同学一样选择成为一名律师，而是进入了演艺界。由于他自小学习能力比较强，不久后呢，他便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演员。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或许会一直在演艺界发展，成为一名著名演员。但在2015年，泽连斯基主演了一部名为《人民公仆》的电视剧，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同时也改变了乌克兰的命运。由于这部剧是紧扣乌克兰的现实，经常直接把乌克兰政坛刚刚发生的新闻搬进来，在新闻的基础上直接加工，一经播出，收视率可谓是相当的惊人。例如剧中经常出现的类似于库奇马、波罗申科、季莫申科等政治家的形象，还用了极为辛辣的风格，抨击了乌克兰国内的寡头横行和政治家腐败现象。泽连斯基在一夜之间成了乌克兰国民喜剧演员。可能是因为太入戏了，在2016年底，泽连斯基悄悄注册了一个以人民公仆为名的政党。直到2018年下半年，他突然宣布准备从政，要参加乌克兰2019年的总统选举。此后41岁的他出人意料地在竞选中击败了当时的总统波罗申科以及美女政治家季莫申科，最终是以73.3%的支持率成为了乌克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那么问题就来了，乌克兰民众怎么会选了一个喜剧演员当总统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受够了。在上一任总统波罗申科执政的5年中，乌克兰各个行业的数据都越来越差。例如2019年1月，乌克兰居民平均月工资为332美元，失业率居高不下，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在透明国际2018年公布的清廉指数国家排名中，乌克兰位列第120位，这在欧洲国家中是最低的那一批了。那么既然波罗申科政绩差，他们还可以选择其他政治家呀，为什么非要选演员呢？原来自乌克兰独立以来，历届总统都不行，大体上是一任不如一任。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是因为乌克兰历任总统和政府总理都是来自传统政党和寡头利益集团，而乌克兰又是典型的精英社会，所以经济基本上都是掌握在寡头手中。例如和泽连斯基竞选的其他2位波罗申科和季莫申科都有一个称号，分别是巧克力大王和天然气公主。因此民众早已经厌倦了此类政客，再也不相信他们的任何承诺，于是他们想选择一个与腐败的政坛是毫无瓜葛的人。根据2018年4月份乌克兰民调公司的数据显示，选民要求变革的思想十分强烈，大约有70%的人认为乌克兰需要一个根本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没有任何从政经历，真诚和干净反而成了他的优点。很多乌克兰选民把票投给泽连斯基，自此他便顺利地当上乌克兰总统。当然，最初的泽连斯基确实没有任何政治基础，他的党总部位于基辅一个狭小的办公室，而且所有人都是政坛新手。同时，他在竞选中也从不掩饰自己从政经验不足，甚至将自己誉为小丑。那么，这个没有从政经验的总统是如何在俄乌战争中与俄罗斯斡旋，又是如何让各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呢？首先，这次的俄乌战争并不是泽连斯基的主动选择，而原因也很复杂。在他上任之前呢，北约各国和俄罗斯就存在很多摩擦，双方的战略压制早已经逐步推进到了波罗的海、黑海、地中海一线。到了201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危机，使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由于乌克兰位置特殊，变成了他们博弈的主战场之一，这并不是乌克兰自己能选择的。不过，他们也并非只能被动。起初，泽连斯基主张修复与俄方的关系，但是迫于俄方的威胁，
最终顿巴斯地区成了这次俄乌战争的导火索。而泽连斯基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就和他本人简单直接的性格一样，很有个人特点。在最初的基辅保卫战中，他频繁地使用社交工具，直接艾特各国元首，然后向大家汇报情况。不过当时北约各国并没有给予帮助，也没有为乌克兰出头。不过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如果基辅都守不下来，他们帮助一个流亡政府，那么也没有多大意义，也导致泽连斯基的这一举动被一些网友嘲笑。但是很多乌克兰人呢，正是因为吃这一套，才选他当了总统。他们认为这是泽连斯基一贯的风格，直接、简单、不装。他从不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威严、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稚嫩，真诚地和民众站在一起。经常用自拍视频、用社交媒体来汇报自己的各种外交成果或者外交失败，一直坚持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让乌克兰度过了最初的慌乱，展示出越来越坚定的抵抗意志。此后，俄军闪击基辅的计划破产，成功让乌克兰立足了脚步，这也让北约更加坚定地支持乌克兰。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扎卢日内在保卫战中领兵有功，但泽连斯基的功劳也是不小。毕竟没有他的善于用人，扎卢日内根本无法成为乌军的总指挥。而这两个人的关系也是相当的亲密，可以说是相互欣赏。这点呢，从9月27号扎卢日内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能明显看出。在谈及泽连斯基的军事才能时，扎卢日内表示，他不需要懂军事，就像他不需要懂医学和桥梁建设一样。同时，扎卢日内也知道泽连斯基呢从来都没有在军队服役过，也不会跟他谈起复杂的战术。而令媒体惊讶的是，泽连斯基也同意他的看法。因此，我们可以得知，泽连斯基在指挥打仗方面呢，或许从来都没有干预过扎卢日内。毕竟，根据泽连斯基发布讲话和公开活动的频率来看，他的日程基本上都被这些公关的事情给占满了。这事儿，大兵认为啊，泽连斯基做的没毛病。他本就应该做他擅长的事情，为乌克兰凝聚民心，向各国寻求援助。军事上的事儿少管，他要是真的研究打仗，那恐怕乌克兰就真的要亡国了。目前尚不清楚泽连斯基和扎卢日内是如何协调乌军作战的，但是大兵想说啊，这个体系运作得很好，不仅扛住了俄军开战的三板斧，后面也没有犯重大的失误。倒是听说俄军频繁换将，普京自己也挺喜欢微操，所以俄军能打成这样也就不奇怪了。而在俄乌战争持续半年多的今天，再回头看泽连斯基，他的政治手腕似乎也强壮了不少。为什么大兵会这么说呢？起初泽连斯基只会通过隔空喊话的方式向各国寻求援助，而在乌军哈尔科夫大捷之后，泽连斯基突然提出了基辅安全草案。虽然草案中并没有说直接加入北约，但草案内容却和直接加入北约没什么区别。同时，各国还需要继续给乌克兰提供相关帮助，例如情报、武装信息或者其他军事援助。这对于北约各国来说，无疑是狮子大开口的行为啊！因为根据目前俄乌战争持久战的情况下，这时候乌克兰直接申请加入北约，必然会使战争升级。这点想必泽连斯基也很清楚。那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么做呢？应该有朋友听过门前效应，也称留面子效应。这种效应指的是先向他人提出一个很大的要求，在对方拒绝之后呢，紧跟着提出一个小的要求，这时候小的要求被满足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所以泽连斯基提出的这个基辅安全草案，或许并不是准备以此顺利加入北约，而是利用这个效应，让北约各国援助此前不想援助的武器装备。例如，乌克兰曾经多次向美国提出援助 F-16战机的要求，但这一问题上呢，北约内部的立场始终无法统一，最终并没有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而是提供了防空导弹等装备。那么在泽连斯基此番操作之后呢，乌军真的能够获得 F-16此类装备吗？答案是有可能的。此前美国对乌克兰租借法案已经正式通过，应于10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意味着什么呢？乌克兰一直要求的战斗机、坦克以及火炮等装备将可以顺理成章地向乌克兰援助。或许有朋友会说，乌克兰一直使用的都是苏式战机，他们开不了美制战机吧？这一点呢，其实根本不用担心，因为7月份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表示，众议院允许美国斥资1亿美元用于训练乌克兰飞行员，主要目的就是要熟练驾驶美制战机，尤其是 F-15和 F-16。
同时，乌军已经对本国西部地区的军用机场进行了升级改造，目前这些机场完全有能力接收来自美国的 F-16战机。而一旦乌军成功装备 F-16此类武器，那么他们将在空中力量的掩护下再次发动反攻计划。总而言之大兵觉得泽连斯基这次的牌打得确实不错，他能从不懂政治的喜剧演员发展到能和各方大佬不断周旋，从中为乌克兰争取来各种援助，实属不易。虽然泽连斯基最后的结局我们无法判断，但是呢，至少到现在他的表现完全对得起当初73%支持他的选民。而乌克兰的国运、俄罗斯的国运、整个欧洲甚至世界的局势，都可能因为这个喜剧演员出人意料的坚持而改写。有一句话叫做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泽连斯基曾经是一个演员而看不起他，以及他领导下的乌克兰。他的前半生给乌克兰人民带来了欢笑，后半生则给乌克兰民众带来了勇气。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朋友认为泽连斯基是个怎样的领导人呢？欢迎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